啊，反正我就看他聊天，來看他聊天都可以。Hello， 大家好，我是 Tim。那我是台灣少數的全職的滑雪教練。那我冬天主要就是在日本的北海道。那工作上主要就是教大家滑雪，然後教我們學校的教練怎麼教大家滑雪，然後以及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就是跟滑雪運動有關的頻道，那叫滑雪工作筆記。那你如果用滑雪人的角度啊，你會希望像是滑雪的住宿點要有什麼樣子的設施或者是服務？當然還是有些沒有啦，但能夠有溫泉，我覺得對滑雪運動非常重要。對，因為畢竟是一個運動，然後假設你的飯店有溫泉的話，其實去除疲勞這件事情，有人按摩當然也很好，自己拉伸也很好，但是我覺得有溫泉可能是我的第一个首選。通常我們會扛着雪板，拎着雪鞋。那我希望最好我住的地方出來就有公車站，是最好的。假如自己開車的話，就距離不要太遠。對啊，所以交通我覺得也會是一個要留意的東西。東西好吃很重要，對我來說。對。這在日本應該不是問題吧？也不一定哦，也不一定哦。對，那吃東西其實又跟你好不好吃得到，因為像有些熱門的區域，可能你就需要預約，而且是你到了雪場才想到要預約，都吃不到了。像湯澤的燒肉啦，或者其實更誇張的是，你像你 Niseko 附近巨之安上面的餐廳，基本上到真的雪季，你不預約都吃不到。可能就我就會選擇人少一點的地方。日本其實我比較特別啦，因為我去過，仔細算我應該去過日本有80個雪場了。對，所以日本當然是跟台灣一樣，就你四處都有好吃的。那主要是那個地方不要太熱門。其實我們剛剛聊到，就我的話可能就是不要在巨之安，不要在二世谷，其他地方都不錯啊，都一定找得到好吃的。對，那像我自己在的區域是旭川富良野，那必須說富良野的餐廳沒那麼多，但也都還蠻好吃的，也都大致上還不用排隊。那像旭川就有很多很有名的，像拉麵啊，像成吉思汗，對。那像乾燥室呢，在飯店裡面如果有這樣子的空間區域，是大加分的嗎？當然是有會更好啊，就是你有專門讓雪板或者你的雪鞋可以乾燥的地方。那我相信日本在會下雪地方的飯店，尤其是它附近有雪場的話，可能都會有乾燥室，但我不曉得你們去的有很多是不是應該大多數是雪板不能帶回房間的，對，所以只要他基本上叫你不能帶進房間的話，一定會有地方可以放嘛，對啊，有地方放就好了。然後鞋子的話，我會比較喜歡帶回房間，因為這樣子整個暖氣乾燥效果通常會比較好。對，有一些飯店啊，它甚至會有像是打蠟台啊，或者是設備保養的那些空間，或者是台面，讓你可以整理你的雪具。你的看法嘞？我看法當然是有最好啊，因為我自己開滑雪講座，我們會介紹一大堆的工具，一大堆的器材，然後最後給大家的建議就是，你不要帶這些出國，你找個店家讓他打就好了。但是你真的喜歡自己操作，而且你有自己習慣的蠟塊的話，那像我住過的飯店裡面，星野的歐盟系列，它就有提供這個打蠟台，甚至很多溫泉飯店，藏王的我住過，我住的那間是有打蠟的。然後像安比高原，我也住過，他們也有打蠟房。那富良野的王子，他就在那個王子飯店外面有一間打蠟室。對，那他們提供其實就是一個環境啊，但像歐盟好處是它連蠟塊、連熨斗、連刷子都幫你準備好了，所以你就是人去就好。當然前提是你要知道怎麼用。假如你會用的話，有這個東西肯定是加分的。那沒有的話，就是有提供這個服務，因為很多飯店、雪場飯店的 rental， 它其實是可以幫你打蠟的，那就付錢解決，也不錯啦。對，也不錯。對，自駕跟搭大眾運輸，你的看法是你比較偏向哪一個？
或者是你會針對什麼樣的族群，你會推薦他使用什麼樣的交通方式？其實自駕對我們來說最大的難題不是靠左邊而已，而是冬天你去滑雪自駕的話，會有下雪跟結冰的問題。對，那我必須說是這個也確實很看人，然後也很看當天的雪況。那去年像雪比較大的時候，就會遇到所謂的力往車，就是你的車子就卡在車陣中間，然後你就前進不了、退後不了，因為前面的車可能壞掉了。对，但我会覺得就是自駕就是你要很小心。那我建議的話是，你在雪場，你自駕最好是一個方便，然後就是說你住的地方跟你的雪場有一個距離的話，那它的交通不方便，你再來考慮自駕。对，不然我更覺得是冬天尤其在北海道，開車其實還是一件有風險跟挑戰的事情。對，那像多數的飯店，尤其是雪場跟飯店，假設是同一個集團或是同一個度假村的話，他們通常會安排至少，可能是付費的，有一些可能是免費的，就是可能会有機场的接送。那就算沒有的話，日本現在幾個，你像新千歲好了，你像旭川機場，那像我知道可能像花卷或者像山形這種，它周圍明顯的還有仙台，周圍明顯是有雪場的地方的，他們基本上都有公車或者遊覽車啊，當然有一些需要先預定啊。對，所以你先有預定好的話，我自己假設自己去旅行的話，我更希望是能夠下飛機把包包丟車上，然後他就把我載到雪場，然後我就 check in，然後我就在那邊滑雪。對，這樣子最省事。說實話，什麼時候真的要自駕的話，我可能就會去想，像我們都去過的旭川，好了，旭川周圍有4-5個雪場，而且都很棒。然後旭川又是大城市，所以它的清雪，因為其實很重要的是，你到太鄉下的地方雪會來不及清，但是大都市的好處就是他们的就是掃雪團隊會比較有規模一點，基本上一個晚上一定可以把路至少清70%-80%，讓你可以開得出去。那其實他們會有鴨尾車用雪以外，他們還會撒石頭啊、撒鹽啊什麼的。那交通有保障的話，像這樣子，你一個都市要去4-5個、5-6個雪場的話，那自己開車也是一個考量啊，也是可以考慮的。對啊。所以你會想要推薦新手或者是進階的滑者到哪個地方、哪個雪場去學滑雪？好，假如你是完全的新手，完全沒有看過雪，完全沒有滑過，那你要挑一個雪場的話，雖然說日本這個比例比較少，但我還是推薦你去有電動步道，就是有魔毯的雪場。對，你在第一天的體力消耗跟體驗應該會好一點。我知道的話，像我去年是在旭川的聖誕禮物公園是有魔毯的，然後富良野的新王子，就是新富良野王子飯店區，因为它其實有2座山，北志峰跟新富良野。那新富良野的魔毯就開得比較早，然後必須吐槽一下，北志峰開超晚的，而且開超短，它就開2-3週而已吧，就幾個禮拜。對，那富良野也有。那我知道的話，北海道還有的就是札幌國際可能有，要停一下嗎？我就停一下好了。那像我們在滑雪的時候啊，有時候會遇到有些滑雪場它是有夜滑的，就可以滑的時間有比較晚的，這也是你考慮的重點嗎？好，那當然啦，就是像我以前還沒當完全全職教練之前，我當然會希望是我去的雪場白天，譬如說帶學生滑完雪之後，晚上我自己可以練啊。對，所以有夜滑雪場当然還是比較有魅力，也會是我考量的點。大部分雪場都會有可以開那麼晚嗎？還是說它其實不一定？旭川周圍我知道就聖誕禮物公園開比較晚，它至少開到8點半9點。王子飯店去年比較特別的是，它平日開得蠻早就結束了，6點就結束了。那但是它4點到6點又是算這個夜滑券，對，所以它就是一個 CP 值沒有那麼高的夜滑雪場。对，但是它周末或節假日它可能會開到7點7點半。對，那基本上會看，因為北海道日落其實冬至前後，它也真的很早，3點半就天黑了。對，所以
他們就可能會4點到6點，4點到7點是可以夜滑。那因為網址開得太短了，所以我去年就比較多。這個時候，假如你有自駕的話，我就會開車去南富良野，因為南富良野就是開到晚上9點，對，然後它是有夜滑的，而且它的夜滑是白天能看得到的雪道，能滑雪道，它夜滑都有燈，对，所以就是一個練功的雪場，練功很棒的雪場。像你覺得啊，夜滑跟白天滑，它對雪況的差別是什麼？差異性是什麼？或者甚至是說，它對初學者跟進階者會不一樣嗎？好，那其實2個切入的點就是夜滑的話，通常除了南富良野啦，其他的雪場都是開的雪道比較少，所以它通常不會開太難的雪道，它相對比較簡單，所以真的很進階的人，他可能會覺得這個雪道太簡單了，我就不想滑了，這是有可能的，对吧？所以夜滑就是你會能滑的雪道種類會比較有限，這第一點。然後第二點，晚上一定會比較冷，對，所以你想要夜滑的話，可能穿着什麼準備就是要跟白天不一樣。所以你有打算做這件事情的話，就是你要有準備，對。然後再來第3個，其實就是它的視線一定會比較差，因為它是靠燈光照明。而且日本雪場的燈光普遍都是一個讓你約略知道路在哪裡的功用，它不会開到就是像我們看演唱會或者是看體育賽事那種燈可以打得那麼密集，沒有。至少我目前在日本滑過很多雪場的夜滑都沒有到非常亮，對，所以視線的考量會是一個。所以假如你是比較新手、比較初階的話，我會覺得白天的體力消耗應該會挺多的了。那晚上第一個又比較冷，視線又比較不好啊。假如你真的比較累的話，千万要留意不要讓自己受傷。对。所以其實滑雪就是你不是一直滑就好嘛。所以最一開始你有提到的，像是有溫泉，然後就是對我們來講啦，我們覺得最棒的就是滑完雪、泡湯、吃飯，然後這個循環完，隔天再繼續。對，是啊。那當然有一些雪場是 ski in ski out 的，你剛剛說的事情都可以在夜滑之前做完。我可以滑到3點，比如說3點半天黑了，我就去泡個湯，然後我早一點5點就去吃個烤肉，然後可能假如你是 ski in ski out 的好處就是你可以吃完7點休息一下，8點再去滑到9點了。對吧？我們就很常這樣啊，對啊，所以這是一個選擇。那當然你在選雪場或者是選飯店的時候，這也是一個加分的點。假如你體力夠的話，對。好，那我今年的話就是差不多12月中，一直到約略到清明節啦，因為去年雪況差不多到清明都還不錯。那等於說從12月中到清明節，我都會在道中區域，也就是富良野市跟旭川市周圍的雪場。對，那當然你會說雪場有哪一些？我們剛剛聊到富良野、南富良野、聖誕禮物、神居、旭月，那可能主要就這幾個，我覺得比較有標誌性的雪場。那我主要還是會就是教大家怎麼進步，滑雪滑得更好。那因為我自己目前比較特別的就是我有台灣現在應該只有2個人有的滿級證照。對，滿級的話有3個。好，對，那我是紐西蘭系統跟日本系統。對，所以只要你是 ski， 然後你不管想滑任何的地形、任何的雪況，我還蠻有自信，我都可以帶你進步的。对，所以我就是這段时間會在這個區域。那課程的話，可能有白天的課，你願意跟我一起夜滑的話，我夜滑也有開課，所以對，你可以白天自己好好的享受一下，然後晚上來練功。這是我今年可能主要的一個課程形態。對，大家記得來找他哦。好，那有機會的話，我們就在北海道道中相見，拜拜。謝謝老師 ，See you。